在中国有一个几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村庄，在这里没有人拥有土地，也没有人失业，一年到头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就能分红上万元。70年来，他们一直坚持着一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。这个地方就是河北的周家庄，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。1983年，全国 5.4 万个人民公社全部解散，唯独这里的3055户村民集体摁下红手印，拒绝分田到户。如今他们家家住别墅，户户开豪车，每年年底还有丰厚的现金分红。在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共产主义天堂里，每个人到底能分到多少钱呢？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坚持了70年的？走进周家庄，你会感觉像是穿越了，好像突然回到了50年前的中国。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些整齐划一的2层小楼，白墙红瓦，统一规格，每家每户都是独门独院。宽敞的院落里停着各式各样的小汽车，有的是10几万的轿车，有的是20多万的 SUV。 在这个河北的普通乡村，汽车保有量竟然如此之高。更奇特的是，每家门头上都写着同样的标语：发展集体经济，实现共同富裕，公社万年青，经济别样红。这些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口号，在这里依然鲜艳如新。整个村子一眼望去整整齐齐，街道宽阔干净，绿化带修剪得齐齐整整，路灯规格一致，就连路边的树木也都按同样的标准种下。在村子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座农民文化宫，门前是一尊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。毛主席挥起右手，左手拿着军帽，穿着军大衣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庄严。文化宫旁边是一个现代化的采摘园，大棚连片，设施先进，完全不像传统农村的模样，更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园区。不仅如此，村民们的穿着也很有特点，虽然不算奢华，但都很整洁体面，没有那种农村常见的破破烂烂、脏乱差的样子。老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年轻人看起来也很有精神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在这个村子里，你几乎看不到贫富差距，家家户户的房子大小相同，门前的院落规格一致，连门头的装饰都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。这种统一不是强制的死板，而是一种有序的和谐，就像一首协调的交响乐，每个音符都恰到好处。但是这种表面的富裕和统一却让人产生了更大的疑问：为什么在中国几乎消失的集体经济，在河北还有一个村子能活下来？为什么全国 5.4 万个人民公社都解散了，唯独他们能坚持70年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凭什么敢跟当时中国的政策对着干？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，一个坚持集体制的村庄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富裕？村民们的收入到底从哪里来？他们的生活水平真的如表面看起来这么好吗？当你仔细去看这个村子，真相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，也更让人震撼。他们能分这么多钱，秘密全在一个早已过时的制度里——公分。根据村民反映，年纪大的村民一年能分1万多元，年轻的壮劳力能分3万多元，掌握技术的村民年收入甚至能突破10万元。这种收入差距的核心密码就是公分制度。在中国其他地方，公分早已成为历史名词，但在周家庄，它却是决定每个人收入的关键。这372种工作分工细得可怕。修建一块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5个公分，开收割机收割小麦一天15个公分，看大门值班一天6个公分，连扫街道都按米数算公分，并且哪怕是看似最简单的劳动，都有详细的质量要求。比如收割机收小麦，1平方米掉落的麦粒不能超过13颗，否则就要被扣公分。抽查的时候，检查员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。这种管理方式让人不得不服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套公分制度不仅覆盖农业生产，还包括工业、服务业，甚至连村干部的工作都要按公分计算。阀门厂的技术工人根据产量和质量计公分，纸箱厂的操作员按照生产效率计公分，就连乡长、书记也要按照管理成效计公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，因为他们的工分单价更高，一天能计到20个甚至30个公分。但是这套看似科学的制度却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：公分的分配权完全掌握在生产队长手中。每天早上6点，生产队的大喇叭准时响起，队长开始分配当天的工作任务。
哪些人去地里干农活，哪些人到工厂上班，哪些人负责基础设施维护，全部由队长一个人说了算。村民们必须按照安排工作，不能自己选择干什么。这种统一调配虽然保证了生产效率，但也意味着个人毫无自主权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生产队长已经连续任职20年，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，他们的任命权完全掌握在乡党委手中，而乡党委书记雷宗奎正是当年那个立下军令状的雷金河的孙子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，表面上看起来公平的公分制，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等级和利益分配。那些能够获得高工分工作的人，往往与村干部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，而普通村民只能被动接受安排，干一些相对低工分的活。这种制度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竞争机制，由于工作都是统一分配，村民们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很多人抱着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心态。虽然制度上规定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变成了关系好多的，关系差少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村民对这套制度并不满意。有村民私下抱怨，队长从来不参与具体劳动，但年终分红却比普通社员多得多，而且队长、厂长等关键职位大多有特殊关系的人担任，但是在公开场合很少有人敢直接批评这套制度，因为批评就意味着可能被分配到更差的工作，或者被扣减工分。这种无形的压力让整个村庄表面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和谐，但内部却暗流涌动。那么这套复杂的工分制度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？它的设计初衷是什么？又为什么能够维持70年不变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这套制度所支撑的庞大的分红体系，它的资金来源究竟在哪里呢？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。要理解周家庄人为什么这么有钱，你得知道他们不只是种地，而是经营着一个商业帝国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农村，其实有一家超级赚钱的工厂——石家庄光进阀门公司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技术？阀门就是控制水流、气流的开关，每个工厂、每栋大楼都需要。那这家公司规模有多大呢？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，占地4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560个足球场，雇了3500个工人，年营业收入超过了2000万人民币，是村里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们的产品卖到了美国、德国、韩国等10几个国家。当然，这只是周家庄众多企业中的一家，村里还有印刷厂、纸箱厂、建筑公司等10几家企业。这些企业的员工全部是周家庄的社员，他们不仅每月能拿到工资，年底还能参与企业利润分红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村民既是员工又是股东，既拿月薪又拿年终奖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让这个村子真正发财的竟然是搞旅游。周家庄观光园，国家3A 级景区，占地1030公顷，相当于1万多个足球场，门票60元人民币一张，每年3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看花、摘水果、坐小火车体验农村生活。光2017年旅游收入就达到1800多万，还建了河北省第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，相当于他们自己的银行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为什么这些农民能分这么多钱？80%的村民在企业上班，15%种地，5%自己做生意。2022年全社工农业总收入达到15.6亿人民币，这个数字包括了所有企业、农业、旅游业的综合收入，社员分配总额3.3亿元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年年分红，而且越分越多。但这种模式也带来新问题，年轻人开始有不同想法了。如果说公分分红只是周家庄人收入的一部分，那么真正让他们生活无忧的却是另一套更加完善的福利体系。这套福利体系的覆盖面之广，保障水平之高，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首先是住房，这是压在现代人头上的第一座大山，但在周家庄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，村民家中基本都是2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这样的房子村民只需要花30万元就能拿到钥匙入住。30万元在今天能买什么？在北京可能连个车位都买不到，在县城也就是个小户型的首付，但在周家庄却能买到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。如果按照市场价格，这样的房子至少值100万元以上。
相当于每户村民获得了70万元的隐性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房子分配是免费的，只要是集体的正式社员就有资格申请，不需要任何关系和背景。除了住房，教育也是完全免费的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费用都由集体承担，不仅学费全免，连书本费、伙食费都不用家长掏1分钱。周家庄有自己的幼儿园，由于晋州市合办的实验中学，还有河北省重点中学晋州一中在他们的辖区内，这意味着村里的孩子从幼儿到高中都能在家门口接受到优质的教育。按照现在的教育成本，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，至少需要花费20万元，这笔钱在周家庄完全由集体承担。第3大福利是医疗保障，村民在集体卫生院看病完全免费，如果需要到县级以上医院，医疗费报销 90%， 个人只需要承担 10%。 这种医疗保障水平比很多城市的医保还要好。除了这3大核心福利，周家庄还有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生活保障。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有养老津贴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但足以保证基本生活。孤寡老人和无保户更是由集体全包，吃住行全部由集体负责。残疾人有专门的生活补贴，军烈属有优抚政策。自来水从1981年开始就完全免费使用，连日常的电费都有集体补贴，每户每月只需要承担很少一部分。这些福利加起来，每个家庭每年至少能节省几万元的开支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这套福利体系的资金来源完全来自集体积累，不需要村民个人缴费。周家庄每年在福利事业上的投入高达3000万元，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是2000多元。这意味着每个村民除了现金分红之外，还能享受到价值2000多元的各种免费服务。如果把这些福利都折算成现金收入，周家庄人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了公布的数字。以一个3口之家为例，现金分红7万元，住房价值70万元，教育节省20万元，医疗节省数万元，各种生活补贴数千元。这样算下来，一个普通家庭的总收入轻松超过10万元。虽然收入不算特别高，但加上各种免费福利，生活的质量远超普通农村。不过，这种看似完美的福利体系却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：享受这些福利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服从集体安排，接受统一管理。一旦选择离开集体，所有福利都会立即停止，这就形成了一种金丝鸟笼的效应。福利越好，束缚越紧，自由度越低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放弃这些优厚的福利，也要选择外出打工。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自由和尊严。那么，这种福利模式真的是村民们想要的吗？它又给这个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层影响呢？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福利天堂背后，实际可能暗流涌动。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的大量外流。走在周家庄的街道上，你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，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，整个村庄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。这在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地方显得格外反常。按理说，有这么好的收入和福利，年轻人应该争相留下来才对，但现实却恰恰相反。通过深入了解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：周家庄的常住人口已经从巅峰时期的 1.5 万人下降到现在的不到 1.4 万人，而且这个下降趋势还在继续加速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外流的主要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，他们正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村民苦笑着道出了其中的原委：在这里，你的人生从出生那天起就被规划好了，上什么学，干什么工作，甚至和谁结婚，都有人替你安排好。这里确实很富裕，但富裕的代价是彻底失去选择权，而且好工作都被关系户占了，我们普通人很难有上升机会。这种血缘关系主导的权力结构在周家庄并不是秘密。由于村里长期实行女不外嫁男不外娶的传统，几代人下来，整个村庄的人际关系变得极其复杂。但这种传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一位村民直言，我们这里的女子很少有愿意主动嫁到外面去的，反倒是外面的男子愿意主动入赘到我们这里来，当我们的上门女婿。据第9生产队的统计，436户人家中有30多户都是上门女婿，这个比例在全国农村中极其罕见。
说明周家庄的吸引力确实不小，外地男子宁愿入赘，也要享受这里的福利待遇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追根溯源，人人都是亲戚，但正是这种亲戚关系，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固化。掌握核心权力的几个家族，世代传承着关键职位，核心职位呈现出家族化的特点。一位老村民私下抱怨，队长20年没换过人，他们从来不选举，都是上面直接任命，说是为了稳定，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。更让人不满的是外出打工的限制政策，如果选择外出打工，就必须向集体缴纳公积金，男性每年1500元，女性每年1000元。这笔钱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，而且外出打工期间不能享受任何集体福利，包括医疗、教育等，都要自己承担。这种政策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，而实际上却成了阻止人员流动的工具。但是对于留下来的人，这套制度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2017年12月，村民康田志的儿子结婚，整场婚礼只花了6-7千块钱，收到的礼金基本都是5元、10元，最多不超过20元，总共才收了不到2000块礼金，给女方的彩礼也只有6600元。这个数字在当今动辄几十万彩礼的环境下，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但这就是周家庄的现实，统一的标准让所有人都没有攀比的压力。许多年轻人感叹，想走走不了，想留留不下，进退两难。更严重的问题是缺乏言论自由。在周家庄，公开批评集体制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批评者往往会被分配到最脏最累的工作，或者被扣减工分，甚至被边缘化。这种无形的压力让大部分村民选择了沉默，表面上的一片和谐掩盖了内心的不满和压抑。一位中年村民说，我们不敢说真话，说了就会被穿小鞋，只能在私下抱怨几句。这种氛围让整个村庄缺乏活力，缺乏创新精神，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。长期下去，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。更让人深思的是，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呢？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富裕，是否应该放弃精神上的自由？为了维护集体利益，是否可以牺牲个人的选择权？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周家庄的村民，也考验着这个模式的根本和理性。那么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，周家庄又将如何应对呢？这个坚持了70年的制度还能继续走下去吗？要理解周家庄为什么能够在重重争议中坚持70年，就必须回到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。1982年11月30日，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夜晚，也是检验信念的关键时刻。当时全国正在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包产到户的政策如春风一般席卷全国。在这股历史潮流面前，周家庄面临着生死抉择，是顺应时代潮流分田到户，还是坚持集体道路独自前行？这个选择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党委书记雷金河。雷金河这个名字在周家庄几乎无人不知，村民们都称他为老坚决，因为他一旦认准的事情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面对分田到户的政策，雷金河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，他要组织全体社员进行一次民主表决，让村民们自己选择是分田到户还是坚持集体道路。全社3055户社员进行了公决，最终的结果让所有人震惊，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继续坚持集体经营，不分田到户，并在表决书上摁下红手印。但光有村民的支持还不够，雷金河知道这个决定必然会遭到上级的质疑和压力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举动，他亲手写下一份军令状，递交给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尔仲。这份军令状的内容至今读来仍然令人震撼。不分包到户，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。如果干1年，我们没有其他社好，我们就将地分了。这份军令状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压在了集体道路上。如果失败，不仅周家庄要解散，雷金河本人也要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。但雷金河为什么敢承担这个风险呢？原来在此之前，周家庄的集体经济已经显现出了强大的优势。早在1953年，雷金河就制定了独特的定额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。这套制度的效果立竿见影，1954年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 52%。1962年，周家庄还获得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嘉奖令，
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。正是有了这些成功经验，雷金河才敢于立下军令状，与分田到户进行正面较量。事实证明，雷金河的判断是正确。1983年，周家庄的人均收入确实超过了周边分田到户的村庄。这个结果让省委领导刮目相看，也让周家庄获得了继续坚持集体道路的许可。但真正让周家庄能够坚持到今天的，不仅仅是经济成果，更是深层的精神力量。走进周家庄的合作史纪念馆，你会看到那份泛黄的文件，上面密密麻麻印着3055个鲜红的手印，每一个手印都代表着一个家庭的选择，都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信念。这些手印的主人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，但他们的选择却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。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农民会做出如此坚定的选择呢？通过了解老一辈村民的回忆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那个年代的周家庄确实穷怕了。解放前，这里10年9灾。当地有个民谣：狠心爹，狠心娘，千万别把闺女嫁周家庄。是集体制度拯救了他们，大家一起干活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没有人掉队，没有人挨饿。分田到户虽然自由，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，就只能靠一家人自己扛，没有其他人会去兜底，因此他们不愿冒险尝试。这种朴素的集体主义情怀成为支撑周家庄坚持70年的精神基石。更重要的是，7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，这种坚持是有回报的。从1982年到2022年，40年间，周家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早在2008年，这里的人均分红就达到了6000元，而它发展的轨迹更是惊人。2013年人均收入14104元，2015年突破18048元，2021年达到28339元，2022年更是达到29810元。从2008年到2022年，14年间收入增长了近5倍。与此同时，集体资产从几百万元增长到8.6亿元，增长了172倍。工农业总收入更是增长了315倍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代代周家庄人对集体道路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奋斗。如今集体的积累资金已经达到8.6亿元，而且没有任何负债，平均到每个人头上，相当于人均拥有6万多元的集体资产。这个数字在全国农村中都是罕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资产完全属于集体，不存在贫富分化，不存在两极分化，每个社员都是这8.6亿资产的共同所有者。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。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，为什么在中国几乎消失的集体经济，在河北还有一个村子能活下来？答案就是1982年那个关键选择。当全国都在分田到户时，他们选择了相信集体的力量；当所有人都在随波逐流时，他们选择了逆流而上。雷金河的军令状不仅是一份承诺，更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对集体道路的坚定信仰。70年的坚持证明，这种选择是正确的。8.6亿集体资产，人均29810元年收入，这些数字就是最好的答案。但是面对新时代的挑战，周家庄的坚持还能持续多久呢？年轻人的流失，观念的冲突，外部环境的变化，都在考验着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。这个坚持了70年的奇迹又将走向何方呢？周家庄的成功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特例，还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样板呢？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个模式时，会发现它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着深层的制度逻辑。首先是规模优势，13000多人的集体能够形成强大的内部市场和完整的产业链，这种规模效应是小农经济无法比拟的。其次是资源集中，8.6亿集体资产，如果分到每个人的头上也就几万元，但集中起来就能投资大项目，产生更大效益。最关键的是风险分散，个人创业可能失败，但集体经济相对稳定，有保障，有兜底。但这种模式也有明显局限，缺乏个人选择自由，权力过于集中，创新动力不足，年轻人外流严重。在房价越来越贵，养老越来越难的今天，周家庄人却住别墅，享免费医疗教育，这种模式能给我们什么借鉴？70年了，周家庄还在坚持，像一块活化石，记录着另一种可能。当我们为房贷焦虑时，他们在分红数钱；当我们追求自由时，他们在享受保障。这是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，你觉得他们的选择对吗？如果是你，会要自由还是要保障？
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眼见中国。关于周家庄人民公社，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知道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喜欢还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